大家好，我是长安。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位来自武汉的小姐姐投稿给我的离奇恐怖事件。稿主说，我怎么也没想到，童年时犯的小错，竟然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今年40了，武汉汉口人，但这个事儿准确发生地点在武昌区。事情发生在2014年夏天，那时我在一个公立医院系统下面的后勤服务单位工作，在武昌中南路那边。那片楼群如果是本地人应该熟，不像新园区那样开阔亮堂，主楼、副楼、宿舍楼、后勤楼全都离得很近，离傅家坡美院也不远。楼跟楼之间夹着不大不小的中庭，地面呢常年有点潮，白天人多的时候还好，一到傍晚或者下雨整片地方就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稿主说，这个事件就和当时一起同批进来面试的一个女孩子有关，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事情也是从我见到那个女孩后才开始的。她个子小，特别瘦，眼镜很厚，体态不知道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还是什么，驼背驼得很厉害。后来分岗名单出来，我运气还算不错的，留在了本部。她好像没能留下。我那个时候也没多想，因为一个单位里这种事儿太正常了，谁留下谁被分去别的点位，很多时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再说我自己都刚入职，满脑子都是怎么把手上的活接住，怎么跟老同事把关系处顺，根本顾不上留意别人后面去哪儿了。刚开始那几天都很正常，中南路那片虽然老，但胜在方便，我住的也近，走回租房也就10来分钟。白天上班的时候，院里人来人往，永远都是乱中有序的样子。可是，一到晚上，尤其是我这种偶尔要拖到10点、11点以后才能走的情况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天我下班比较晚，从单位出来已经10点多了。平时我都是顺着宿舍楼那排往外走，过个路口就到我住的地方了。那天也是一样的路线。下班以后，我整个人真的快累麻了，这样赶紧回去洗澡睡觉。可是我走到一半，隐隐约约听到除了我自己的脚步声以外，还有一个同频率的脚步跟在我的身后。一开始我觉得现在也不算太晚吧，有人同路也挺正常的，尤其是夏天，晚一点回来的人也不少。可是我又走了没几步，更不对劲了。怎么形容呢？就像我身后有一面镜子，我走得快，后面的脚步声也快；我慢，那个声音也跟着慢；我停，后面脚步声竟然也停了。完了，我被人跟上了。当时我的脑子里已经上演了所有在大案纪实里那里看的凶案了。于是呢，我就想确认一下，缓慢的侧头用余光看了一眼，是个女孩子，离我不算太远，20、30米吧。她低着头，所以头发垂下来，根本看不清脸。我当时有点生气，心想有病吧，大晚上跟别人干什么？索性呢，我就直接转身看着她，因为我知道是一个瘦小的小女孩，我也不是特别怕了，我就想借此警告她不要再跟着我了。可是就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竟然也转身了。这一刻，我的鸡皮疙瘩才第一回竖起来，我怕的不行，想趁他背对我的时候抓紧跑路啊！怎么办？我现在开始盘算要不要给朋友打电话。可是我刚走了不到10米，我就知道那个人还在我身后，因为我又听到了那个恶心的脚步声，又开始和我同步。我越走越烦，想甩掉他，最后索性呢拐进了一条平时不太走的小路。我想他如果还跟，那就真有问题了吧。结果我拐进去以后，后面的脚步声他也跟了进来。这条小路太窄了，两边都是老楼的背面，堆放了杂物，又潮又暗。我一进来就后悔了，心里开始发紧，这不是更可怕了吗？万一在这儿嘎了，可能都没人知道。我快步往自己住的那栋楼走，心想快了，到家就好了。我火速冲进单元门，他没跟上来了。当时我还是有点怕的，因为我一直在想，瘆人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已经跟到我家楼下了，而是他的脚步声是怎么能够做到跟我完全重合的？他怎么能够预判我下一步的动作的？1秒都不敢停留，我生怕他跟着我上楼。随着我上楼的动静，楼道感应灯一层层亮起来，我一口气走到了3楼。楼梯道下面有女人在哭，是那个女的吗？我没敢立刻回头，我先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我听下面的声音还在原地，一直在哭，持续了差不多1分钟。当时我吓得不行了，我怕我一有动静，那个女的就直接冲上来了。我就一直在楼梯上听她的哭声停止以后，确定她已经没有再发出声音，才硬着头皮往下看了一眼。1楼、2楼的感应灯已经灭了。最后呢，我因为怕他听着我的动静记楼层，我就蹑手蹑脚摸黑回了家。我家在4楼，进门以后我还是觉得有点后怕，我连鞋都没换，就跑到窗边往下看了一眼。那个女的她竟然还在，她就站在我家楼下，还是那么佝偻着背，一动不动，也没抬头，眼睛直勾勾盯着地面，太恶心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不舒服。如果他只是跟一段距离，我还能够安慰自己，也许只是同路，也许是我太敏感。可是他就站在那儿不走，是什么意思？我正想着，再望向楼下，我想着要不要报警，可是在这瞬间他消失了。我赶紧去把大门2道锁全部锁上，又累，精神压力又大的情况下还被跟踪。那天晚上我一点都没睡好，我生怕他来敲我家门。第二天上班冷静了一些，我就觉得会不会真是自己想多了？毕竟新单位的工作环境还不太适应，前阵子又忙，晚上下班晚了，人容易敏感也很正常。可是这个念头只安慰了我没几天就作废了，因为他又出现了。那天依旧是加班后的回家路上，我从本部那边出来，刚过中庭，我就看见后面好像有个人影，很熟悉的人影。因为经历过上一次的事儿，我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格外注意身边的所有动静和人，熟悉的恐惧感又回来了。我加快速度往亮的地方走，就在我走到主楼和副楼中间那条通道口时，我确认了他确实又跟上我了。借着亮光，我停下了脚步，我想稍微看清楚一些，到底是谁。那个女的这次没有学我的动作，所以我可以更认真的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好眼熟啊，她眼睛瞪得很大，肩膀塌着，驼背。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提过的那个女孩，这不是前几天跟我一批进来面试的女的吗？也不对啊，她没留在本部的，按理来说她就算还在系统里，也不会巧到跟我回家的路线一模一样吧。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已经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了。你说她跟着你吧，她也没真的靠上来；你说她没跟吧，她每次又在。最让我难受的就是那种距离像是算好的，刚好就是让你知道她在，又不会近到让你一下子看清楚脸。所以我觉得很熟悉的原因是他瞪得大大的眼睛，就从他的头发缝隙当中刚好能看见他的整个全脸，我是看不到的。所以我打算找他问个清楚，不就是看清他长什么样吗？现在那么亮的医院也不敢对我做什么吧。我咬了咬牙，准备走去他身边，可就在我迈出脚步的那一瞬间，他好像察觉了似的，嗖的一下钻进小路跑了。你这个是做贼心虚啊！我赶紧快步追上去，因为当时我们的距离只有10几米。我跑过去时，小路口已经没人了。我当时就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那个巷口，如果不是我眼熟他，我真的以为自己撞鬼了。这么个狠角色，我跟他只有一面之缘，如果真的是他，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可能是有点应激反应吧。我到家之后呢，又走到了窗口，当时我看见漆黑的社区只有微弱的路灯一闪一闪的，而那个女人突然之间他又在我家楼下了，他就从那个树后面突然跑出来。更可怕的是，这一次他虽然是低着头的，但是他的眼睛死死瞪着我。我在4楼，你们能想象吗？他毛躁凌乱的头发下，我只看到了一双为了瞪我翻得快只剩下眼白的眼睛。我赶紧把窗户死死关上，我也没惹到他，他会不会真的把我杀了？那天我没敢再开窗确认他是否离开。那段时间我开始非常害怕夜晚的降临，我就买了一瓶几块钱的辣椒精随身携带。这个东西啊，我上学的时候就用过，伤不到人，但喷那么一下，对方的眼睛就会体验到这个世界上最极致最快速的快乐，这个足够我逃跑了。之后的日子他好像消停了些，下班以后我还特地看他有没有跟着我，直到回家我也没看到他的人影。于是我逐渐放松了警惕。可能大家到这里都还以为是我遇到了变态，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一次领导在单位给我了一个 U 盘，里面都是他需要我整理的资料，具体就不说了，跟故事没啥关系。我白天在单位没理完材料，因为自那几次之后，我就养成了能回家加班就回家忙的习惯。晚上到家吃完饭，我正想继续把剩下的东西弄完，因为第二天早上领导就要嘛。可是我一翻包，完了没带 U 盘，还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那个点儿也不晚，大概也就8点钟。我当时还安慰自己，现在时间还行，院里肯定还有人，拿了马上就走，应该没问题。我到后勤楼的时候，1楼值班室还亮着灯，值班那男的我认识，我去打了声招呼，说回办公室拿个东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还随口问了句又忘带东西啦。我笑了一下说拿了就走。可等我上楼以后啊，熟悉的区域今天晚上莫名怪怪的，走廊灯只亮了一半，墙又旧，光一照全是发灰的，办公室门一扇扇关着，整层楼特别静。这个点儿怎么可能都下班了呢？肯定要有人值班呢。于是我就走到了办公室门口，门是虚掩着的，里面只透进去一点走廊微弱的灯光。我心想，怕啥怕，跟踪都遇到过了，还怕阿飘？那我就是怂包了。我壮着胆子走进办公室，准备开灯。在我刚踏进去的那一瞬间，
我听见每个工位发出了键盘敲击的动静，可是没有任何一台电脑屏幕是亮的。我们办公室根本没有人。我在门口站了半天，没敢往里走，不是怕有鬼，也不是怕有老鼠，我是怕那个女的在办公室堵我啊！我没敢发出任何声音，往自己工位那儿看了一眼，好像没人，于是用颤抖的手把灯打开。办公室里所有的陈设一如往常，还好没人。我的椅子、电脑、桌子也和我下班时一样。我去拿 U 盘的时候，腿其实已经有点发软了，自然拿了 U 盘就扭头回家，没敢多停1秒。从办公室出来，每一步我都频频回头，生怕后面有人。虽然走廊什么都没有，回家以后我第一次认真想过，干脆去医院查一查，是不是自己精神出了问题。因为我确实有抑郁症病史，但是已经好了很多年了，我觉得不应该会那么严重吧，而且这么突然。抑郁症是不会产生幻觉的，最起码我自己是没有过的。后来我还是没去医院，日子就这么过，差不多1个半月吧，我也没再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儿了。我以为就这么结束了。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大门锁2道才能放心睡觉，可是那天半夜我突然觉得好冷好累，不对，我是站着的。睁开眼睛，我人都傻了。我当时穿着睡衣，直挺挺站在楼梯上，差几步就到天台门口了。风从天台穿过窄小的门缝，一丝丝吹到我脸上，直到我被冻醒，才发现我是光着脚站在台阶上的。我浑身冷得发麻，还好是锁的。我是怎么上来的，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的自家门，什么时候下的床，我又是怎么一下一下一步一步自己走到了这里来的。意识几近崩溃下，我连滚带爬跑下去了。下到4楼，我家门口就那么大敞着，来不及多想，冲进家门把门反锁。我当时是边哭边把椅子拖过去顶上的。是我梦游了吗？不可能啊！我一边怀疑自己，一边捋最近发生的事儿。不知不觉就这么木木的熬到了天亮。上班前2个小时，我请了1天假，我的状态真的越来越差了。一开始那阵子我还能骗自己说是碰上变态了，可能是巧合。昨晚我莫名出现在天台楼梯，是的，我觉得事情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方向了。后来类似的事儿又出了几次，我简单总结一下吧。一次是半夜醒来，我穿着睡衣站在自家门前，手里还攥着打开门的钥匙。还有一次，我整个人趴在通往顶楼的那个楼梯拐角地上，膝盖脚背擦烂了，血淋淋的。还有一次，我距离天台只有1层阶梯，仅1步之遥。我当时的鼻尖就差几厘米就能碰到通往天台的门。大家这时肯定还以为我是梦游了吧？其实我更宁愿是梦游了。那一阵子我还经常做噩梦，我不知道是不是梦。梦里我又看到了那个跟着我的女人，她就站在我家楼下哭，撕心裂肺。梦里她哭着哭着，声音戛然而止。突然，他拿着一根中性笔就冲上楼，眼睛血红。每一次我都会在他差点用中性笔杀了我之前猛地被吓醒。我真的已经不再把他当成一个活人了。难道这个社区闹鬼吗？我也没听说这附近出过什么事儿啊。可能是我对这个女孩印象很深，才带入了她的脸。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我？我这人是觉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所以我满脑子都是为什么是我。直到最严重的一次，那天我记得很清楚，10月底下着暴雨，武汉的暴雨是晚上还好好的，后半夜突然就跟天漏了一样。那阵子我的状态其实更差了，老是做梦，白天也总晃神，夜里经常听见窗外的风把楼上什么东西吹得哐哐响。那晚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本来是在租房床上睡得好好的，和之前一样的是，我突然醒来，并且不在床上。其实说的离谱一点，只要不是在大马路上出现，我都习惯了。一声震天响的雷声把我劈醒了。真没夸张，我当时是尖叫着被吓醒的。现在我才觉得那可能是老天爷救了我一命啊！大家知道我当时在干什么吗？我甚至直到睁开眼的那1秒，我都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我就站在即将要跳楼的天台的最高处。那天晚上雨特别大，风把我睡衣吹得贴在身上，头发和脸上全是水。我当时就身体前倾，再往前一点就是栏杆和外沿。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可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恐怖的一幕。风声很大，我当时身体前倾，下面雨雾楼下的灯都是虚的，地面离我特别远，远到不像真的。我的眼泪混杂雨水，差点让我失去重心掉下去。我颤抖着慢慢蹲下，整个人摔下天台的围墙。我在雨里淋了好久才爬起来，因为我吓得
腿根本没知觉了，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上来的，我个子又不高，这个围墙没有人扶着我，我根本不可能站得上去的，而且我恐高啊，如果真的是我自己上去的，我第一秒就会因为眩晕摔下去了。后来我报警了，我自己都记不清那通电话是怎么打出去的，我只记得手抖的摁不准号码，一直哭一直哭。警察把我带下去以后，一直问我是怎么上去的，我说我不知道。后来警察问我们社区管理员，管理员说我确实今晚没检查，可是天台夜里肯定都是锁的，但是老楼嘛，特殊情况就是有时候后勤巡查、晾晒检修、排水维修什么的，可能会有人开了上去，但是可能没关门吧。这事儿啊，后来怎么问肯定都没有结果了，因为太扯，不了了之。奇怪的是，我没再出现过这个情况了。如果说科学解释是我梦游了，极度恐惧下才治好了吧，我是这么想的。事情到这里，其实恐怖的事儿啊，大概稿主就讲了这些。后来呢，稿主就跟我说了这个女人她到底是谁。事情是这样的，年底我们单位做了一次人员归档和资料补录，我那阵子正好被安排帮忙整理一批前半年的表，我接触到了同批入职和面试的基础资料和调岗去向。大家还记得跟我一起面试的那个女人吗？那个日日夜夜纠缠我的人。此刻我拿着那张档案表，她的照片就赫然出现在我手中，人员状态终止，后面括号里写着死亡。我盯着那2个字看了很久，脑子嗡嗡的。于是呢，我就想认真看一下他的表。前一张是分岗意向登记，他的第一意向就是我现在这个岗位，是我现在坐着的位置。我当时腿一软，直接坐在地上，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内疚，而是奇怪。就因为你没得到的机会，你没得到的工作是我得到的，所以你就要杀了我吗？我一开始说过我信因果，可是真的到了自己身上时，我脑子里还是问号。后来我不知道该问谁，我也来武昌不久，我就问了一下和我很好的饭搭子，他是这么说的：你竟然不知道啊，你进来那一批面试的有个姑娘过了2天就在附近跳楼了。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刚退休的医师也认识她，我去，她特别可怜。等等，我打断了她，就是那个驼背的，然后眼睛大大的那个女生吗？她死了。饭搭子接下来说的话跟把我扔在了北极一样冷。她特别可怜，我特地问了那个阿姨，她说那个自杀的女的当时不是面试没过嘛，哪个岗位都没录，家里条件也差，她还老是被她老公家暴。面试结束后没几天啊，她直接被她老公从家里扯着头发打到大街上，满嘴满脸都是血，后来就死了，凌晨的时候跳楼死的。当时送医院就说已经没气了，当意外死亡直接拉去火化了，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人知道。我当时真的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问他，你确定这是真的吗？饭搭子坚定地点了点头。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搞到他的基本资料，因为搭子是当地的老油条了，虽然让他帮我这种事儿不太好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求助谁了。稿主说啊，后来搭子呢就把这个其实他名叫小青的更基础的资料给了稿主。他说映入眼帘的2行字让我尖叫着把这张纸扔了出去。那个死去的女孩叫小青，可我看向曾用名时竟然叫小敏。从那时开始，我才第一次认真去回想她的脸。其实人死以后，记忆会骗你，你会觉得自己早就忘了，可一旦你盯着一个名字看久了，有些东西就会一点一点浮上来。比如她特别厚的眼镜，比如她低着头，比如她消瘦的身体和驼背。我突然想起一个很小很早跟武昌区跟她要害我的画面完全无关的内容。好的，那就随我一起回到稿主的童年时期。那是个夏天，那天老师在黑板写了满满的笔记。老师说，近视的看不见的可以自己搬凳子来前面抄啊，不许乱说话。不知道你们的童年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如果闺蜜正好坐在前面，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把凳子搬到她的座位旁，也就是过道，跟她边抄作业边偷偷聊天。而那天一个腼腆的女孩子小声问稿主，我能坐在这儿吗？稿主说，我很自然的就答应了。她不太受欢迎，甚至总被骂，反正人缘很不好，可是我不介意，只是抄个板书而已。
后来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期待老师写板书的时刻，因为这样可以正大光明的来我身边。有一次他也在我旁边抄作业，我看到他橡皮擦只剩指头蛋大，顺手就拿了一个崭新的给他。其实这真是顺手的事儿，我很喜欢收藏那些很香的漂亮的橡皮擦，可那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看他笑得那么开心。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笑容，我一定。可是小敏好像越来越想跟我做好朋友，甚至超出了这个范围。慢慢的我开始觉得不对，因为有一次我放学的时候，我走哪条路他好像也走哪条路，我回头看他，他就站在那儿抓着书包带，很小声的说，你别误会，我就看看这边能不能回家。后来我还在家附近的小卖部碰见过他2、3次，不过我都没追究。直到后来我闺蜜私下里总说他身上有味道，叫我别跟他来往。那个时候我们太幼稚了，什么一生闺蜜大过天，我还真的就对小敏说了这句话，你以后还是离我远一点吧。对于10岁的我们来说，这个真的不是骂人，甚至算不上多重的话。我觉得小学生说这种话，自己第2天可能都会忘记了吧。从那之后，小敏再也没有来我的座位抄过板书，她也没有再接近过我。我脑海中的回忆大概就是这些，因为我对她的印象虽然深刻，但是真的没有太多的交集。回忆就到这里。谢过饭搭子后，我浑浑噩噩过了一天。下班回到家，那几个字比任何怨灵于我而言都可怕。曾用名小敏已死亡。我感觉那个死掉的女生跟我记忆里那个女孩，她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我还是不敢确定。第2年春天，我整理了一批纸质资料，其实我特意在翻找有没有他的，真的夹着他当初交的一张基础信息复印件。家庭住址内栏，我看见了一个很眼熟的地名，不是他现在住的地方，是原籍。于是呢，我想知道真相，决定回去看看。挑了一个小长假，回到了又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因为他住的那一片，我其实小时候很少过去，是一片老居民楼，楼道里特别暗，墙皮起壳，扶手凉得跟一直没晒过太阳似的。当时我真的挺犹豫的，我怕他们家没人，小心翼翼敲了敲门。给我开门的是他妈妈。阿姨一开始很警惕，以为我是骗子。我说我是他以前单位的，来送一点之前整理的资料给他。其实啊，那资料根本就不重要，我只是想知道真相。阿姨听见我单位名字以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垮了。哎，进来吧。屋里很小也很闷，阳台上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进门我就看到了他的遗照，心脏瞬间有种不可名状的难受。他家里没有那种把悲伤摆得特别夸张的氛围，房间里全是妈妈还想替女儿继续过下去的痕迹。我对阿姨说，我可以看看小敏的卧室吗？阿姨点了点头，我能瞥见她在偷偷抹眼泪。小敏的卧室一尘不染，想必阿姨每天都在打扫。她的书桌上有一本摊开的记账本。我问阿姨，这些你都没收的吗？阿姨在门外说，他走之前是怎么样，我想尽量保留着。此时空气安静的像在外太空一样。我看了一下小敏的记账本，上面记着生活费和租房等等信息。看房信息位置大多都在梅苑，还有中南路背后几个老小区的手写租房电话是他抄下来的，这应该是他在去面试之前就做的准备吧。打开抽屉，抽屉里有没吃完的药，有验光单，还有一张皱皱的招聘通知打印页。床头还放着一支快用完的护手霜，一瓶很小瓶的很便宜的身体喷雾。阿姨这时进来，她说她其实已经很努力了，她怕给家里添负担，什么都省，眼镜坏了也舍不得立刻换，甚至婚姻不幸福我们都不知道啊。她那段时间一直在说，只要工作能稳定下来，只要能留在那个单位，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她本想着如果能留在那儿工作，就住得离单位近一点，这样每个月能少花点路费和时间，这找房子啊就花了不少功夫。可谁知道，我当时坐在那儿，眼泪不停地掉。阿姨后来翻出一个旧盒子，说那都是她以前的东西，问我要不要看。我本来是想拒绝的，可是紧接着阿姨自己打开了盒子，里面压着几本很旧的练习册和通讯录，还有我给她用的新橡皮擦。真的，对于我而言，橡皮擦它不算是礼物，就是给她用，不用还了而已。而过了10几年，这枚橡皮擦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心里难受的不行，眼泪紧接着也掉了下来。我手抖着接过来，每一本练习册的封面都用娟秀的字写着小敏
极度的悲伤恐惧一下子让我脑子嗡的一声。阿姨后面说什么我都听不太清了，我只觉得小时候那个总是抱着本子往我旁边凑的女孩，和那个在单位沉默的瘦小身影的女孩，终于被一根线穿到了一起。回家以后我吐了很久，有愧疚，有恐惧。那2次我在回家路上，我竟然就那么真切地看着死了的小敏就站在我面前。第一次她小学时近视看不清，想靠过来跟我一起坐着，我说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第2次她长大以后想拼命留下来，想要那个能在武汉站住脚的岗位，最后留下的是我。这2件事中间隔了10几年，我从来没有故意针对过她，甚至第2次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女生就是小敏，是我的小学同学啊。可是最让我受不了的也在这儿，我不是故意的，可她2次都想靠近我的时候，我都刚好把她挡在外面。小敏的一生似乎都在试图靠近光亮，无论是童年时渴望的友谊，还是成年后那份能让她在武汉站稳脚跟的工作，她努力过，甚至可以说是拼尽全力了。她省吃俭用，忍受不幸福的婚姻，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能在这个单位里留下来这3个字上。然而她生命中最在意的2扇门，最终都被我亲手关上，一个是友谊，一个是未来，是希望。我猜他的执念会用这么恐怖的形式回来，或许他已经不是纯粹的恨我了，而是像我之前问自己的一样，那么扭曲的为什么。他让我体验在他死前的恐惧，才让我站在天台的边缘。这事儿到现在过去很多年了，我后来也离开了那个单位，也搬离了那一片地方。法事呢，当时自然肯定是做了，直到现在啊，我每年秋天都会给他烧纸，算是迟来的道歉吧。现在再去想这件事儿，已经不觉得最可怕的是他死后来找我，甚至让我体验他死前的恐惧。我觉得可怕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用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我面前，而我却一次都没有真正回头看过他。稿主的经历大概就是这些了。我们听过很多恐怖经历，大多都是关于恶鬼索命，或者是根本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脏东西莫名其妙缠上了自己。但是武汉小姐姐的经历真的是很容易把人拉回童年，而且非常悲伤啊。小姐姐今年去祭拜的时候还给我看了照片，虽然说她说不介意，但我觉得吧，逝者已矣，我就不公开墓碑的照片给大家看了。虽然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但是至少呢，稿主现在每年都去烧纸，他那份飘荡了10几年的执念，想跟稿主成为好朋友，能够被别人在意，能够被别人看在眼里，他的这一份执念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安放之处。那么也祝愿稿主小姐姐一切都好，感谢你分享的故事。好了，那么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不要忘了点赞订阅，点赞订阅，我是长安，我们下期见啦。